大家好，我是波罗森。如果你是来查询某些资讯的朋友呢，那我建议你直接到我的资讯栏里面，点到那个问题的时间点，然后开 1.5 倍，直接获得答案吧。但如果你是希望从零开始，一步一步的学会怎么做 reference list 的话呢，那我建议你看完这整部影片吧。那么对于第一次来到我频道的朋友呢，我的频道正在推出这一系列关于 APA 教材的视频，所以对于这类资讯有兴趣的朋友呢，别忘了订阅以及打开小铃铛哦，这样你才可以及时得到我最新更新的消息。那么进入正题，这期影片呢将会手把手的教你从零到你做好一个 reference。所以无论是对于第一次做 APA 的朋友，还是已经做了很久，但是每次做起来都非常费力的朋友，那你可能可以参考我影片里用到的一些技巧，看可不可以优化你平常做 APA 的方式。好了，废话不多说，整个论文你做 APA 都是从搜索开始嘛。比如说我现在要做 job satisfaction， 我要找它的定义。但如果你只是打 job satisfaction 的话，一般上你会得到的答案是来自 Wikipedia， 或者是一些词典，或者是一些零零杂杂的网站，就不太适合你做论文了。那我们在后面会加一个 PDF， 一般上你就可以搜索到论文，因为论文很多都是用 PDF 模式上传的。那比如说我现在找这一个，就来到这篇论文。那找到这篇论文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我要看这篇论文可不可信。比如说我看它年份，2019年，蛮新的。然后它的题目里面有没有什么我需要的？比如说我看到它的 job satisfaction 里面有这定义，那这定义我就要看到底是他自己的意思，还是他cite别人的。像这个他说完之后是空空的，没有 citation 任何东西，代表这是他原本自己的想法。那如果是他说完之后是有放 citation 的，代表这个结论或者是这个说法是源自于这个作者的。那么比如说这个 job satisfaction 的这个定义我觉得不错，我想要引用在我自己的论文。那我现在会面对的问题就是，我需要选择我到底要用 quotation 还是我要用 paraphrasing。quotation 指的就是我直接把原文原本的抄下来，加上开关引号，也就是2个 quotation mark 放上 citation 就直接cite好了。那另外一种叫 paraphrasing， 也就是同样的词，我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可能我会做词句重组，可能我会把一些词给换掉，换 vocab， 这就是 paraphrasing 了。会建议大家用 paraphrasing 比较多。quotation 我们只有是用在定义，那定义因为要非常严谨，以及它用的词要非常精准，你自己改的话可能会改不好，那样我们就用 quotation， 不然平常我们就用 paraphrasing 啦。那大家记住这一点。然后因为我刚才说了我要做 quotation 嘛，它是一个定义，所以我就会直接 copy and paste。然后我一般上一进来，因为 U 大是用 Times New Roman， 然后是第12大小，然后有些他们可能还会要你的字的 spacing 是要 2.0 1.5 还是多少，这是根据你自己的概念啊。然后我就会先加上一个开关引号，代表它是一个 quotation 了过后我就会放 citation 怎么做呢？首先你先要看作者叫什么名，这里有3名作者1、2、3，那我们都会拿第一名的先，第一位作者先，根据我们排列。第一位作者他叫 Abu Hashim， 然后因为是3名作者嘛，所以根据 APA 的第7版本里面，我们是会用加上 ETAL 句号，然后逗号放上年份，年份这里写的已经是2019年，所以 ETAL 的意思就很像马来文的 line and others 再者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就是一个citation 啦。那 citation 有2种形式，第一种是 parenthetical citation， 也就像这个一样，第二种叫 narrative citation。parenthetical citation 的意思就是它是跟句子没有直接关联的，就是它是一个独立的存在。那 narrative citation 它可能是跟句子相关，你可以在句子里面用 according to Abu Hashim and colleague， 因为它是多过1名嘛，然后我们用 ETAL。如果是有另外一个作者的，如果只有2个作者的话，我们就会放and our demo， 但是这里因为只有一个，因为有3个人嘛，所以我们就会放 and collect， 然后括弧2019年，逗号，然后我就会把这个 quotation 给放进来。这样的话就是 narrative citation 了。2者没有优劣之分，只是看你自己要用哪一种。但一般上我们使用的时候都会参使用。
那做好这个 citation 之后，我们就会去做 reference 啊。reference 怎么做呢？首先你要先分辨出你的资讯来源是属于什么类别，像是这一篇很明显是一篇学术论文嘛，那你就用学术论文的格式。那第一点，我们需要得到资料就是作者的名字啦。这里有3名作者，这个就是之前我一名朋友留言的，就是作者名字如果是外国人的话是很头痛的。这里的确也是有这样的状况。这名作者他们名字像是有 Aldemos， 它是有 slash 在中间的，这个甚至有点在中间。那怎么做呢？第一个是外国人的名字，一般上他们的 last name 也就是他们姓氏是会在后面，像这个都是在后面。但是有些时候也是有不确定的，像是马来西亚里面有着马来人跟华人还有印度人嘛。马来人跟印度人名字基本上你在看 citation 的时候，他们会用的处理方式是马来人就把 Bindi 或者 Bin 给拿走，其他的就照样写。印度人的话就是把他们的 Anak Perempuan 或者是 Anak Lelaki 给拿走，然后其他的照写。那如果你还真的是很不确定的话，那我会用的建议你的方式是你直接拿他名字去 Google Search。一般上这些作者他们都会已经有刊登过期刊嘛，所以也有被别人 cite 过。我就看这个 Google Scholar， 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其他人是怎么样去cite他的文章的。比如说看到这篇就是我刚刚拿的那篇啦，人家是怎么cite呢？像这个写完整的就是他的姓氏了，他的姓氏了，所以我就照着跟着他们做就行了，只要格式改一点罢了。所以阿布逊就会照拿，然后逗号，这里大小，阿布逊逗号 M， 因为 M 是他的母号码嘛，然后句号这里就完成一个作者了，然后下一个作者就逗号，然后如果是他的姓氏的话，你就跟着写，大小写都跟着。然后再句号，第二个作者完了，然后到最后一个作者的时候，不管你有几个作者，最后一个作者你都会用这个 M 的符号，然后是 Masa de 逗号句号。好，所以到最后句号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作者名字完成了。下一个就到我们的年份了，年份的话2019年嘛，所以你直接写2019年，它已经写在这里了。一般上年份不会难找2019年，或者你从 copyright 这里也可以看到2019年。你可以从 receive date，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好多个日期，哪一个日期？但是我们一般上会拿它的 publish 的日期，或者是你可以看它的 copyright 的日期在哪里，基本上都会一样的，所以就拿这个日期，然后就句号。每做完一个 element， 就是做完一个部件，你就会句号一次。到它的 title， 它的 title 的话，我也会直接 copy and paste。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是，论文的 title 只有第一个词是大写，其他词都是小写，所以你全部都要把它变成小写。好，这样就完成了 title。那我这时候就会到论文的标题。论文的标题你基本上就看它是 journal of 什么，就是它在什么期刊上面刊登着，所以我就会直接 copy and paste。这个跟论文的标题不一样，刚才我会叫你说把其他的全部小写嘛。但这个你就跟着它什么地方大写，什么样的写法，你就完全照跟罢了。然后你会在句号，然后再写上它的 volume 跟它的 issue。volume 跟 issue 就是在那篇期刊里面，它具体是在什么位置。然后 volume 不用留，你只要直接这样放，大家就知道前面这个是 volume， 后面那个是 issue。然后论文方面全部都要 italic， 然后之后我就会用正常的字打句号。好，所以在论文这里完成了。最后的就是它的 DOI 了。DOI 的话，相信大家可能有困扰的是，它有很多种形式，一种是像这样的传统 DOI， 一种像是它用 URL， 也就是我们像这样的地址，很长的地址。第三种，它是 DOI， 但是它前面有 HTTP。那我刚刚说的第三种的第一种，就是数字跟数字前面有 HTTP， 它基本上都是 DOI。那现在的第7版本，它其实希望大家统一用的是什么呢？最好是用 DOI， 因为 DOI 它就是这个论文自己的一个辨识码，一个地址。那你用 URL 的话，可能不一定会到。但是我们在这个 DOI 里面，我们会加一个 HTTP， 比如说我会 HTTP
// 然后打 DOI org， 这个是现在统一的写法，然后你再放这个 DOI 下去。那基本上你有 DOI 的话都这样处理，你就会发现它就会出蓝色啊。那之前我在 U 大的时候，他们是叫我们不要放蓝色，所以我就把它变成 normal， 然后把它变为 Times New Roman 第12版本，就 OK 了。我就完成一个 references， 所以我就会打 references， 然后把它 center bold 起来，然后这时候大家可能是用 tab 的方式慢慢按，但其实你来到 Word 档的话，有 paragraph setting 里面，然后你可以在 special 那边按 hanging 就是绑这样，所以你可以直接拉完全部，或者是你已经做好一个过后，它就可以直接是下一个你就去照着写，它第二行就会跟着 hanging 了。然后再注意一点是，如果你有多过一个 reference 的话，接下来要跟着你的 A 到 Z 的排法，第一个词的 A 到 Z。可能同一篇论文你会拿好几个资讯嘛，那每一个资讯你都要用 citation 来 cite 一轮，但是你的 reference 要做一次，所以同个来源只需要一个 reference。慢着，先别关掉这个影片。在我的描述栏里面，其实我有放了一些素材，是可以让你们直接参考的。像是一些大学，其实他们有免费分享他们的 APA 手册，所以对于一些没有这些资源的朋友，欢迎来到我的描述栏里面直接下载哦，或者直接找到这些资源哦，会省下你们很多时间。不仅如此，我的影片还会提供中文字幕跟英文字幕，所以如果你周围有朋友是需要用到的话，不需要吝啬，直接分享给他们哦。好了，你们能够把影片看到这里，代表你们已经学会了怎么从零到怎么做出一个 reference 出来。顶多是在类别不同的情况上面做法有所不同罢了。所以在你们实际操作过后，如果你们遇到什么疑惑，或者是你们有遇到什么困难的话，欢迎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哦，这样我可以在之后的系列里慢慢的回答你们这个问题。那么在之后的时间里面，我也会尝试在我的 Instagram 跟 Facebook 上面发布一些关于 APA 的小技巧，这样你就不需要每次要用的时候才去查询，而是日常在滑 Facebook 的时候，可能就可以看到一些小技巧，解答你们的一些疑惑。所以对这类资讯有兴趣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并且 follow 我的 IG 跟 Facebook 呢，这样你们就可以很容易的收到很多我已经整理过的资讯，而不需要自己再一点点的再去查了。好了，我是菠萝生 JD， 那我们在下一部影片再见吧。